数不清第多少次，我的男朋友因为讨他的白月光欢心，而把我当狗一样的使唤了。凌晨3点，我接到他的求救电话，赶去包厢，却发现他笑着搂着白月光。这一刻，我竟然不觉得生气，只是释然的笑笑，像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我好像并不爱他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凌晨3点，我接到男朋友主动发信息，说他在酒吧喝醉了，让我去接他。这一次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竟然没有往日的冲动，而是坐在床上仔细思考了一下。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，在这段恋爱关系中，我更像是个甩不掉、没有尊严的舔狗，而他给我女朋友的称呼，不过是舔狗最后的奖励。3天前，同样是个半夜，他让我去帮忙买感冒药和体温计。我当时冒着雨买完以后，才知道他是为了讨好他的白月光。陆金安拿着我冒雨买来的东西，转身就撑着伞去了隔壁小区白月光的家里。当时我质问过，发过脾气，而他却对我说着：“不要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你已经是我女朋友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办？”之后我们3天冷战，谁也没有主动说话，或者说是我单方面冷战吧。毕竟他平时也从不主动和我说话，以往他也是这样的。对于我们之间的争吵，他总是会隔几天下达另一个命令，等我过去按期完成，他又会笑着摸着我的脑袋说：“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当女朋友的原因，阮清，你是最听话的那个，乖，别闹了，和好吧。”我翻开手机，看着一望无际的绿色，顿时好像一直紧绷的弦断了。我把我们之间的聊天从头看到尾，竟然才花了5分钟。5分钟后，我回了一个字：好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没有以往的迫不及待。我缓缓坐起身，穿好衣服，甚至还涂了个口红，才开车前往了他们所在的 KTV。还没有进去，就听见里面出来的起哄声：“快点，陆金安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以前没追到，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你们2个这是不是搞暧昧呀？别害羞啊，哥们，这是在给你创造机会。”打开包厢的门，里面的吵闹玩笑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静静地看着里面，陆金安手里抱着他的白月光沈青青，两人正在玩饼干小游戏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两人的唇瓣就要挨在一起了。见到我进来了，陆金安咬断了那块饼干，沈青青顺势全部吃了进去。他笑着捶打了一下身边的男人：“又是你赢了，果然阮清来了。”说完，他看着我，眼底都是挑衅和得意。“别介意啊，这是我们以前经常玩的游戏。刚才他输了，所以打赌叫你过来呢。”我一直看着陆金安，我等着他的回答。他被我看得有些心虚，偏过头去坐直了身体。周围的2个陆金安的好友也都有些尴尬。季风冲着我笑着：“嫂子，别生气啊，我们就是玩个游戏。”我笑了笑，其实我来的路上就在想了，一定是骗我的吧。来了才发现，我真是了解他呢，反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成就感，像是这些年来我的付出也是有点收获的。比如，我是这么了解陆金安，我没有生气，明天还要上班，不陪你们玩了，祝你们玩得高兴。说完，我就关了门出去。我听见后面沈青青劝着陆金安不要去追的声音，等了2秒，他真的没有出来。我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，像是心里一直以来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就好像不管他的身边是沈青青还是别的女人，我都觉得无所谓了。回了家，我又翻看了一下手机，把所有的置顶都取消了。这一刻，他在我的心里都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但奇怪的是，取消置顶以后，我反而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之后我就躺在床上睡觉了，这一觉睡得很沉很沉，连陆金安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。只是第二天早晨的时候，他抱着我的腰，难得亲昵，青青，我饿了，怎么还不起来？我瞬间变得清明，眼神落在他穿着的衣服上。我想大概是昨天他太累了，没有换衣服，回来就躺下了吧。他注意到我的视线，眼底又浮现了一丝不耐烦，但是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语气柔和了一些。我一会儿换，你还在生气？陆金安停顿了一下，眼底浮现出丝丝的自满。沈青青也是刚回来不久，她说自己在这里非常孤独，没什么朋友，晚上情绪不好，我们才一起聚一聚，你应该理解吧？她笑着解释着，仔细盯着我的脸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大吵大闹，像是老妈子一样抱怨着、哭诉着，或者是喊着骂着。每一次我都执着让他和我保证，以后一定会沈青青远一点。现在想想，我的无理取闹都显得那么可笑。他在和沈青青相处的时候都不考虑我的感受，事情发生之后又怎么会顾及我的感受？或许在他的眼里，我就和无理取闹的泼妇一模一样吧。我深呼吸一口，从他的怀里坐起来，语气平静。我知道的，她一个女人到了晚上胆子小，想要出来聚一聚，我也理解，不用解释了。先起来吧。我把床单换了去公司。我有一点洁癖，无法忍受从外面穿回来的衣服直接上床睡觉。青青，陆金安像是不满意我的表现，他猛地抓住我的手喊了一句。我回头不满地看着他，第一次露出烦躁的表情。我真的很不理解，从前他希望我能理解，希望我会善解人意，希望我不吵不闹不过问。现在我不是按照他的要求走了吗？为什么他还要生气呢？陆金安愣了一下，语气依然高傲。早晨为什么不煮饭？我有点饿了，因为我也想多睡一会儿。你要是饿了，就去楼下吃点吧。我挣脱开他的手，开始自顾自地化妆洗漱，没有给他做饭的时间。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也能安安静静地化完妆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涂了个口红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陆金安也床上起来了，他一直站在我身后，紧紧盯着我。最后他扯了扯唇，好，你好得很，阮清，你别来求我。说完他甩上了门，直接出去了。我停下正在化妆的手，我知道他生气了，因为这一次他给了台阶，我却没有像是以前一样讨好他。他的这次出去果然说到做到，他没有主动联系我，像是以前的许多次那样，我们的冷战只会以我的主动讨好终结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想着怎么才能挽回，毕竟传闻冷战超过3天就相当于自动分手，我不想和他分手，就会绞尽脑汁地找他和好。然后在我卑微的祈求中，他像是一个胜利的斗士，赏给我一句，你知道错了就好，以后少这样了。可是这一次，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甚至自私地以为，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。自从不管他，我做饭做菜再也不顾忌他的口味做的清淡，我爱吃的辣的。但是陆金安肠胃不好，加上从小就吃的清淡，我为了迎合他的口味，一直以来只能自己买几根辣条。现在我可以随便做菜，辣子鸡丁、辣椒炒蛋、麻辣水煮鱼，每一道都是我喜欢的重辣重口。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许多同龄的女生，她们都在专注于自己的生活，她们还在不断地学习技能来升职。想起我现在的情况，我甚至觉得愧疚。明明我曾经也是那么优秀的人，可是为了陆金安，把太多的精力和心思都耗费在了他的身上，
从而忽视了自身的成长。每年都有一个外调回总部的工作机会，主管很看好我，可我从前脑子不清醒，已经错过了一次。上一次，主管苦口婆心劝着我，他说：“阮姐，你的实力和能力都很强啊，为什么不去总部，要来分部一直当个小组长？”我当时是怎么回应来着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觉得现在和陆金安在一起都感觉到患得患失，如果分开异地，恐怕我和他之间只能分手。我甚至当时还在想，只要陆金安和我结婚，只要他提出来，我可以在家里全职当家庭主妇，我愿意为了他生儿育女，只希望能守好我们的小家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不会为了他妥协了。我主动联系了主管，申请外调回到总部工作，在那里我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和发展空间。主管收到我的来信时候，整个人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。他抬头看着我，笑着灿烂：“阮姐，你终于想通了，这7天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”我答应了下来。出了门翻看手机，才发现已经4天没有和他联系了。只是我们的几个共同好友倒是这几天频繁来问我，是不是和陆金安闹矛盾了？为什么不管他？好几次看见他在酒吧和沈青青在一起了，我都是笑笑不说话，随手一刷朋友圈，就是他兄弟发的一行人的合照，配文：“美女相伴，快乐无限，兄弟们约起。”我仔细看着，发现陆金安站在沈青青的旁边，两人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心，冲着镜头合手比了个爱心。我看了几秒，继续刷走。不管是哪一种解释，对于我而言都不重要了。随后莫名的，陆金安给我发了个可爱表情，又立马撤回。他发了一句：“发错了。”我识破了他的小把戏，不过是试探我的态度而已。只不过我是真的不在乎了，大概是看我没有回他。过了不一会儿，陆金安打来了电话，我看着来电显示，莫名的升起一股烦躁，就像是久违的宁静被忽然打破。想着大概这就是他曾经对我的念头吧，我最终还是接了起来。那边传来陆金安略带嘶哑的声音：“阮清，我有点感冒。”我沉默了一瞬间，语气格外平静：“自己吃点药，你都是成年人了，这点事情就不要告诉我了。”那边愣了一下，似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也对，这句话毕竟曾经是他送给我的话语。当时我晚上10点忽然发热，大概是感染了最近的流行性病毒，来势汹汹，头晕脑胀。我原本不想麻烦陆金安，因为他今天一早就和我说了，他要加班，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会议，让我尽量不要打扰他。可是我甚至连走一步的力气都没有。当我怀抱着愧疚给他打电话，我哀求着：“我好难受，金安，已经晚上了，应该下班了吧？你回来照顾我一下，好不好？”那边却传来机场的播报声，还有一个女生甜美的声音。我顿时感觉脑袋像是蒙了一层雾一样，叫人难受。陆金安，你不是在加班吗？当时我握着手机，也控制不住发抖，嗓音不自觉地拔高了好几个度。那边的男人似乎是不满我的态度，他的语气生冷：“你都是成年人了，感冒发烧都要问我吗？以后这种事情就不要告诉我了。”当时立马就被挂了电话，我不争气地哭了一场。再度拿起手机时，却看见陆金安这个万年不发朋友圈的人竟然发了圈。他说：“兜兜转转还是你，欢迎回家。”配图是一个粉色的行李箱。电话那头的陆金安像是回想起来了什么，语气陡然变弱了不少：“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来接你吧。”我有些抗拒，想要出口拒绝，可是想起来7天以后我就彻底和他告别了，
还是应了下来。这段感情开始的轰轰烈烈，我总要给他一个体面的结束。好，我6点半下班。由于已经准备借调去本部，我的一天几乎没有什么事情，主要是进行工作交接。我看着天发呆，一直等到了6点半，准时下了楼。楼下，我刚拉开副驾驶，陆金安罕见地捧了一束递到了我面前。我蹙了蹙眉，却没有接过，而是看着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沈青青。青青啊，你看看喜不喜欢这个花？这是我和他一起给你挑选的哦。说着，沈青青俏皮地眨眨眼，声音一如记忆中的甜腻。青青，我也是女孩子，有些小脾气耍耍就得了。阿斌可是都买花道歉了，你也别太小气了。我沉默着接过来花，拉开后门坐了进去，随手把花放在了一边。陆金安像是还不习惯现在的我，他几次张口都欲言又止。阮青，沈青青有些晕车，他的公司离你的很近，6点下班，所以我顺路接上了。这是第一次他的主动解释，而我的心却是一滩死水。我随口敷衍着，我知道，随便都可以，花也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说完就看向窗外。我曾经因为这些仪式感闹过无数回，比如节假日要送花，比如车子副驾必须专属于我，又比如我不喜欢别的女人顺路和我回家。从前陆金安也算是尊重，可是后来的他只会说一个车子而已，别人坐一下就坐吧，你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，还想怎么样？现在的我也不想争辩了。沈青青笑声从前面传来，她像是一个花蝴蝶一样调笑着。阿斌，你的女朋友叫青青，我也叫青青，你分得清我们吗？我坐在后排，看着前面的后视镜里面显露出沈青青的面容，她涂着大红唇，一头波浪的卷发，领口很低，只有稍微弯腰就能看到里面的春光。她一直在说着，阿斌，你还记得之前吗？你总是喜欢叫我青青。陆金安愣了一下，他透过后视镜看我。沈青青像是察觉到了，她笑着挥挥手，你放心，青青不会这么小气的，我们之前要是能在一起，早就在一起了。青青，你说是吧？他回头看着我，眼底分明满是挑衅和嘲讽。我只是点头，无奈地陪他玩着这场幼稚的游戏。我不介意，毕竟你们是一个学校出来的，关系好点也正常。沈青青的目光中闪过一丝错愕，或许她没想到这一次我这么平静，毕竟之前的每一次，她都成功地看到了我歇斯底里的模样。我只是看着车外，听着前面两人的交谈，心里没有半点波澜。正当我迷迷糊糊想要睡觉的时候，车子忽然停了下来，原来是到了沈青青的小区。沈青青已经下车了，可又返回探了进来。她撅着嘴，拿起座位上的口红。阿斌，今天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口红掉在地上，你都不提醒我。那明天见。说完，沈青青瞥了我一眼，没有打招呼就走了。她确实有这个资本。陆金安曾经在大学的时候猛烈追求过她，但是沈青青吊着陆金安半年，最后和一个要出国的富二代在一起了。当时沈青青说过，朋友总是比男朋友更加长久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沈青青一直都是陆金安心里的求而不得。当沈青青回来的那一天，我的一切利益和权益都在不断地为她让步。阮青，你怎么了？陆金安忽然叫了我的名字，我语气淡淡，语气更是没有一丝情绪。我没事儿。陆金安眉眼中再次出现了不耐烦。阮青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算我做的不对，行了吧？我已经和你解释过了，那天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害怕，今天只是顺路，
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？无理取闹，从前我逼着要一个保证，是无理取闹。现在的我不过问了，也不在乎了，为什么也是无理取闹？行了，我明天带你去公园，去你之前很喜欢的那一个。陆金安似乎是妥协了，他等着我的回答，像是恩赐一样。这个公园主旨是童话世界的公主。我之前很想去逛逛，但是每次给陆金安分享的时候，他都说幼不幼稚。我现在还记得他眼里的不耐烦，可没想到他这次竟然主动提出了。我点头同意了。好，早晨10点见。第二天，我9点半就已经等在了外面，陆金安却没有来，或者说，从我早晨开始就一直联系不上他了，发消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。我从9点等到中午，又从中午等到了晚上7点。终于，在游乐园闭馆前，他给我回了个电话：青青，对不起。青青，他忽然发热昏迷。我呆愣愣地看着游乐园最后一出节目——烟花秀，五彩的光照射在我的脸上，很快又回归黑暗。我想该结束了。陆金安，我们分手吧。那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忽然停顿了一下。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呼吸声有些急促了，随后声音中带着些慌乱：“你那边太吵了。”我先挂了。说完，那边只传来电话的忙音。我无奈地叹气，站起身，拿着1人份的装备出去了。我其实根据以往的那么多次经验，也能猜到他大概是来不了的，就像是以前很多次那样。一旦我们有什么约会，沈青青就像是安装了雷达一样，每次都能精准的破坏。上一次也是这样，那个时候我们约好了去看看电影，是新出的我最喜欢的一个导演的片子。可是临近出发，沈青青忽然打来电话，哭着说自己被人尾随了。当时陆金安丢下我直接跑了，去了以后才发现是沈青青自己想多了，人家不过和他一个小区，甚至是对门，所以路线才这么一致而已。但是那场电影直到散场，陆金安都没有赶回来。最后我质问过，而他只是不耐烦的摆手，甚至责怪我没有同理心。他被吓到了，一个女人自己注疑心重一点没什么不好。我安慰一下，怎么了？你的电影什么时候不能看呢？说的也对，在他眼里，好的人自然方方面面都是优秀的。我正准备回家，忽然收到了一个来自沈青青的好友申请，刚点了同意，那边劈头盖脸的责骂就发了过来，每一条都是长达60秒的语音。阮青，你算什么女朋友？金安他都生病住院了，你还不来？他真是瞎了眼，会找你。听到一半，我立马掐断了，随手点进了他的朋友圈，发现带着定位发了一条。我顺着定位赶了过去，巧的是走廊上，我和他们2人就撞见了。沈青青挽着陆金安，2人有说有笑着，看起来像是一对恩爱的情侣一般。金安，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啊？都不理我了，来吃一口苹果。医生都说了，1天1苹果。陆金安却忽然看见了我，他浑身僵硬，直接站了起来。沈青青回过头，眼里不屑地白了一眼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阮青，金安生病了你都不知道，还好意思当女朋友？陆金安快步走到了我身边，他神色少见地出现了一丝慌张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沈青青生病了，我也有些不舒服，所以我才失约的。沈青青大概是看不惯陆金安和我道歉，语气厌恶。你解释什么呀？她身为女朋友，自己男朋友生病了，不来照顾，还好意思说你吗？我垂眸看着陆金安，紧握着我的手，一根根扒开他的手指，心里的怨气继续一个发泄口。曾经忍着是因为爱，但是现在我不需要了。
我转身拿着我在游乐园买的饮料，直接泼在了沈青青的头上。沈青青，她是为了照顾谁感冒的呢？难道不是你传染的？你又在乱叫什么？一个没有边界感的第三者，没有道德感的绿茶。沈青青和陆金安两人仿佛都傻眼了，他俩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反驳。最后，绿色的茶汤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滴落的时候，沈青青才发了疯。他冲上来想要打我，你有病啊，阮青！陆金安拉着沈青青往后退着，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周围看戏的主管却扯着我护在了身后。阮姐，没事儿吧？主管温声询问着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大概是我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也不太好吧。我却扬起一个笑脸，点头回应着，好得很。我的心里只觉得爽，这件事情是我早就想干的了，今天终于动了手。他是谁？阮青，你在外面找了男人。陆金安却发了疯，他都顾不得怀里还有沈青青，直接推开了来拉扯我。可是我还没有拉上，主管直接带着我往后退了几步。你干什么？这是医院！主管厉声呵斥着。忽然，陆金安像是想通了似的，他笑着，咬牙切齿，指着我的鼻子，表演的像是一个受害者。原来是这样，阮青，你原来是找了下家，难怪你最近对我这样。阮青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对自己始终没有半点的信任，出了事儿只会诋毁别人，好像曾经在我心里那个让我一眼心动的男人消失了。在这一刻，心里的一切都彻底放下了，甚至都不会介怀自己为他做过的蠢事儿了，只觉得厌恶和想要远离。主管蹙了蹙眉，他看着陆金安，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。你就是他的男朋友？那怎么陪着别的女人来医院？阮姐，你之前为了这样的男人，竟然还不想调任，还想为了他生儿育女结婚，真是脑子被驴踢了。说完，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陆金安，傻缺，我是他主管。我觉得阮姐骂得对，但是还有一句话，你就是个有缝的臭鸡蛋，有女朋友照顾另外一个女人，你配当阮姐男朋友吗？我听着主管的骂人，心里忍不住憋着笑，像是这些月的怨气在这一刻彻底的散发了出来。如果不是场合不对，我一定会鼓掌的。你说什么？陆金安一下子愣住了，他看向我的眼神转为了后悔。不是，青青，我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想要往前走，主管拉着我，咬牙切齿喊着，生怕我是一个恋爱脑。阮姐，你清醒一点。我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，随后走到了陆金安面前。他面露欣喜，露出了和以往一样的神色，像是恩赐我一样。青青，你都是我的女朋友了，咱们好好谈谈，以后别闹了。啪！我狠狠甩了一巴掌上去，手心有些微微发麻，但是心里爽了。陆金安，这是你欠我的，还有别叫我了青青了，你分得清我和他吗？说完我就转身离开，没有想到5年的恋爱以这样的方式草草收场。身后的陆金安想要追上来，沈青青却拉着他的手，声音一如既往的甜腻。金安，别追了，他不值得。听说熟悉的对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可是这一次，陆金安像是换了个人，他一把推开了沈青青，语气恼怒：够了，别说了。身后的吵闹渐行渐远，我没有回头了。出了医院，主管站在我面前，一脸的担忧：阮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记得收拾好回本部啊。我知道，你放心。我摆摆手，打车回到了我们曾经一起布置的出租屋，开始收拾。看着熟悉的点点滴滴，我的心里不免生出一点异样的酸涩。其实，在沈青青没有回来的那几年，
我和他也算是相处融洽，是我当初在毕业会上对他一见钟情，也是我把他追到手。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租房被坑、工资延迟、无缘无故被辞退，还有各种这样或那样的生活挫折。当时在这个屋子里，我还记得陆金安，他回头看着我，一身发白的衬衫在他的身上却格外的好看。当时他整个人都像是在发光一样，笑着对我说：“青青，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买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。”我很笃定，当时的他一定是爱我的。我见过他满眼都是我的样子，所以面对现在的他，我才会彻底醒悟。如果说死心的开端，应该是大半年前的那一次。我当时刚过了28岁生日了。女人的这个年纪总是充满了各种危机感，职业危机，还有结婚的危机。当时我许下的生日愿望是，希望我们能够在今年结婚。当我邀请了双方父母，想要谈一谈订婚的事情，我至今都记得。当时的陆金安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不顾及我的面子，在餐厅里面对我们双方父母决然起身离开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，当时他看着手机，眼神中都是被算计的厌恶。你至于这么逼我结婚吗？我的女朋友是你，以后会结婚的。你把我爸妈叫来干什么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嫁人？我记得当时的我大哭了一场，一遍遍地质问自己，他到底还爱不爱我？1个月后，沈青青回来了。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显然一次次被验证了。我现在想想，当初他那么生气，大概还是因为沈青青吧。当时的沈青青说了，他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了，所以陆金安不甘心和我绑在一起，他要追逐年少时不可得的白月光。现在这些都没意义了，因为刚好他不爱我了，我也不爱他。曾经我为了挽回这段感情，做了太多不理智的事情。现在的我只想要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了。既然现在不爱了，那就只能选择放手。第2天一早，陆金安还是回来了。他往日里那一丝不苟的发型有些凌乱，红着脸颊进来的时候望着我，翕动着唇，嗓音带着点嘶哑。他说：“青青，今天太早了，我只买到了这个婚戒，还有场地我也联系了好几家，还有你爸妈，我一会儿就联系，还有你最喜欢的婚纱款式。”这是我第一次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讨好。他从兜里掏出了那枚戒指，笑着看向我，单膝跪地：“青青，我们结婚吧。”我把戒指推了回去：“不了，我们分手吧。”我看着他强装出来的表情一点点碎裂，最后脸上只剩下了惶恐。他吞咽着口水，仔细地看着我：“是不是因为那个男人，你的主管？”听到他说的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陆金安，你到了现在还没有认清自己吗？他整个人瞬间又像是被抽走了力气，跌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无力地插入发丝中。他思索着，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。不是因为上次我叫你半夜来 KTV， 还是这次的游乐园？是沈青青让你不舒服了？我可以改的。我摇摇头，没意义了。也许我们之间，就算没有他，说不定这些矛盾也迟早会爆发。从始至终，陆金安在这段关系中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态度。他似乎笃定了，是我追的他，所以无论他怎么胡闹，我都不会远离。可是他忘记了，再多的爱意都有消磨殆尽的那一天。陆金安，算了吧，一切都晚了。我叹着气，看着他如今颓然的模样，心里没有半点波澜，反而像是一个看待得不到糖果而哭闹的孩子，只觉得无趣。不是这样的，青青。我把它删了，以后我的车子只接送你。你喜欢花，我每天都给你买1束。
你想要结婚，我们明天就去领证，好不好？我只是静静看着他。陆金安大概是真的害怕了，他到了现在才发现，一直以为离不开的人是他自己。我承认，过往种种都是我不对，以后我来做早饭，晚上按时去接你，再也不开那种无聊的玩笑了。青青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看见你和那个男人离开，我极度要发疯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了。他仰起头看着我，眼眶微微发红，满是恳求的目光。我忽然发现，陆金安这个人啊，挺贱的，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。曾经是沈青青，现在又是我吗？所以你不过是觉得我要被抢走了，所以你回忆起来我的好了。算了吧，咱们体面的分手，不好吗？我试图和他讲道理，可是陆金安却发了疯一样，他哀求着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甚至一副要哭的模样。不是的，青青，你再原谅我一次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爱的人是你。在他最为狼狈的时候，沈青青开门闯了进来，她看着屋里的一切，当即像是个怒吼的狮子，拼命地拉扯着陆金安的胳膊。你起来，你为什么要给他下跪？金安，是不是你逼的？沈青青狠狠瞪着我，阮青，你就是个泼妇，活该你得不到金安的爱。够了！陆金安狠狠甩掉了沈青青，拉着她的手，眼神中带着怨恨。都是你害的，沈青青，你为什么要来破坏我的感情？他大概是没有想到陆金安会这么说，当即傻了眼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往下坠着。金安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滚出去，滚啊！陆金安指着门口，怒吼着。我看着沈青青踉跄了一步，她转身哭着跑开了。陆金安回头看着我，才发现我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。青青，你要去哪儿？他眼里都是惊恐和害怕，企图拉着我的手阻止我离开。我侧身避开，我调回总部了，以后不会回来了。陆金安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祝你前程似锦。他呆愣愣地看着我，又看着满地的狼藉，像是终于知道了自己刚才有多么的可笑。青青，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我还要赶飞机。我拉着行李箱出门了，车轮滚滚，四周的一切景物都在往后倒退着。我心里像是许久的乌云终于散开，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。到了机场，我准备登机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了陆金安，他抱着一束玫瑰跑了过来，他喘着大气，期待着，对着我说道：青青，玫瑰给你，就算回不去了，我也想送你。我低头看着我的两只手，一只手上拿着手机和登机牌，另一只手拉着2个行李箱，还要准备托运。我哪里有手能接下这束玫瑰呢？不用了，陆金安。可是不等我拒绝，他直接就跑了。我看到了旁边的垃圾桶，直接把玫瑰花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我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就不会为曾经的花朵驻足。再见，过去的陆金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